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聊一个现在超级红、席卷全球的体能挑战 HYRX。如果你觉得自己的训练好像少了一点什么目标，那这一期你真的要听下去。我们来想一个情况哦，你是不是那种很认真、很规律上健身房的人？但练着练着，有没有一种感觉，好像一直在练习，却永远没有上场比赛的那一天？没错，HYRO 的创办人就是看到了这个痛点。他们发现，哇，全世界有好几百万人每天都在健身房里挥汗如雨，但为了什么？所以他们就想，好，我们来盖一座健身界的高尔夫球场吧，给所有爱运动的人一个可以验收成果、互相竞技的舞台。好，那今天我们就照着这个路线图来走。首先，这个健身房的高尔夫球到底是什么？再来，为什么它会设计的让每个人都能参加？接着，我们会拆解它那8个标准化的挑战。然后最重要的，我们会给你一份12周的完赛蓝图，特别是给中年族群的安全指南。最后，聊聊冲过终点线之后，它还能带给你什么？好，第一部分我们就来聊聊这场所谓的体能竞赛，它的核心概念到底是什么？简单来说 ，HRX 就是一个全球标准化的体能竞赛。它的比赛内容永远都是8公里的跑步，穿插着8个功能性的训练站。那它的设计核心就是普及化。这很重要哦。它不像 CrossFit 那样需要很高的技巧，也不像马拉松纯粹就是一直跑。HRX 刚好就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平衡点。好，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想，哇，8公里跑步加8个训练站，听起来也太硬了吧？先别急着下定论。其实啊，这整个赛事的设计，从头到尾都围绕着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目标，那就是要让你能够顺利冲过终点线。不相信吗？你看这个数字，99%。没错 ，HRX 官方公布的完赛率就是这么惊人。这真的完美证明了，它就是一场为每个人所设计的运动。那它为什么能做到这么高的完赛率呢？它的设计理念真的很高明，主要有3个重点。第一，安全，它的动作设计就算在你很累的时候做，风险也很低，所以你不会看到像跳箱这种高风险的动作。第二，公平，规则很简单，很好判断，不会因为你的体型不同而吃亏。第三，也是最吸引人的一点，数据化。因为全球赛事都一样，所以你的成绩可以跟全世界的同好比较，就像跑马拉松一样，有一个全球排名，那种成就感真的是完全不一样。OK， 那接下来我们就实际进到赛道里面，来看看这8项挑战到底是在玩什么花样。它的比赛格式非常简单明了，而且永远不变，就是先跑1公里，然后做1站功能性训练。这个组合你总共要重复8次，就是这么直接。好，这张表就是你每次跑完1公里之后会遇到的8大关卡。第一关1000公尺的滑雪机，再来推雪橇50公尺，然后是拉雪橇50公尺。第4关80公尺的坡比跳远，接着划船机1000公尺。第6，农夫走路200公尺，再来是沙包弓箭步100公尺，最后就是那个大魔王，要求强。要丢75到100下。这里有个很有趣的点，就是它的规则其实是一直在演进的，而且是往更亲民的方向走。像刚刚提到的波比跳远，官方现在已经正式说明了，你可以用膝盖撑地来辅助站起来。哇，这对我们这种业余爱好者来说，简直是天大的好消息啊！不只是动作，连法则也进化了。你看，关键就在于公平性。以前那种很模糊的，比如说你这个要重走的处罚，现在都没了。从2025、2026赛季开始，会改成非常严格、明确的罚时制度。比如说，你一个弓箭步的姿势不标准，好，加15秒。你雪橇少推了一趟，不好意思，直接加3分钟。这样一切都清清楚楚，没得争议。好，讲到这里是不是有点心动呢？觉得，这个我好像也可以，太棒了。接下来我们就要给你一份实战蓝图，告诉你怎么从一个有兴趣的观众变成一个准备好上场的选手。尤其如果你是中年才开始接触运动的初学者，这部分你一定要仔细听。我的建议是一开始千万不要自己一个人硬干，你可以先从这3步开始。第一步，
先去做一次官方的 PFT， 也就是体能测试，了解自己的起点在哪。第二步，选择你的组别。我强烈建议新手先从双人组或是4人接力组开始，找朋友一起分担，压力会小很多，而且更好玩。第三步，找一间有滑雪机、有雪橇这些特殊器材的健身房，这点非常重要。那整个训练计划呢，抓个12周是比较理想的。你可以把它分成3个阶段，前4周是打底期，主要就是建立你的有氧基础，把跑步的量慢慢拉起来，同时学习各个动作的正确技巧。中间的5到8周是强化期，这时候训练量要拉高，并且要开始练习所谓的复合式跑步，也就是在力量训练后马上去跑步，模拟比赛的感觉。最后的9到12周就是减量期，要把训练量降个4到5成，让身体有时间完全恢复，这样比赛当天才能拿出最好的状态。好，那特别要强调，对于我们中年参赛者来说，有一件事比练得更猛更重要，那就是安全。聪明训练绝对比埋头苦练来得重要。我们来看看具体要怎么做。所以啊，最关键的工具就是你的智慧手表，你一定要学会看心率区间。你看这张图，你70%的训练时间都应该要落在 Zone 2，也就是最大心率的60%到70%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？就是你在运动的时候还能够跟旁边的人轻松聊天讲话的强度。打好这个有氧底子啊，比什么都重要。还有，永远要记住一句话，你不是在训练中变强，而是在恢复中变强。所以你的恢复工具箱里一定要有这几样东西。每天睡满8个小时的好觉，运动完30分钟到1小时内，赶快补充蛋白质跟碳水。在开始这12周计划前，最好先去做个基本的健康检查。还有，务必倾听你身体的声音。最后的减量周，千万不要手痒不休息。好，来到我们最后一个部分，让我们跳出训练本身，来看一个更大的格局。其实 HYROX 到头来，它不只是一场跟别人比快慢的比赛，它更像是一趟自我超越的旅程。它的真正意义是让你亲眼见证自己原来可以这么厉害，然后骄傲地戴上那枚靠自己努力换来的完赛臂章。真的，只要你照着一个聪明又系统的计划去准备，不管你是谁，你都能完成这场比赛。所以今天听完之后，剩下的问题其实只有一个了，你的起跑线在哪里呢？你准备好了吗？